吉澳、鴨洲係香港最北面嘅一個寧靜小島，人跡罕至。鴨洲因為佢嘅地理形態非常似一隻鴨仔，所以會有呢一個名。鴨洲嘅面積非常細，只有0.016平方公里咁大，但係嗰度呢，就可以揾到香港非常罕見嘅紅色角礫岩，亦都可以近距離欣賞到多種嘅海蝕地貌。吉澳佢彎曲嘅海岸線呢，就可以作為天然嘅避風港。呢個海灣被漁民稱為吉祥嘅海灣，所以會有吉澳呢一個名。吉澳係香港一條非常古老嘅小漁村，島上邊蘊含咗好多舊式古老嘅傳統漁業文化，而且島上邊可以欣賞到非常獨特嘅地理風貌。隨住漁業日漸式微，兩個島居住嘅居民呢，所剩無幾，而家已經係發展成為一個假日旅遊嘅好去處。因為自2018年9月起呢，星威實業就喺馬料水嗰度開辦咗一條來往吉澳同埋鴨洲嘅新航線，市民就可以唔需要攞禁區紙呢，好方便就可以入到去觀光旅遊，感受一下當地地道嘅漁業文化。今日我就會帶大家欣賞同埋遊覽呢兩個香港最北面偏僻而寧靜嘅小島。準備好，我哋就一齊出發啦！今日我哋嘅目的地呢，就係前往鴨洲，欣賞嗰度嘅海蝕地貌，同埋去到吉澳了解當地嘅漁村文化，欣賞自然景觀。前往嘅方法非常簡單，首先我哋就會喺大學站嘅 B 出口出閘。去鴨洲呢，我哋需要去到馬料水嘅碼頭，搭星威實業開辦嘅新航線。咁去吉澳同埋鴨洲嘅船呢，就只會喺星期六日或者係公眾假期先會開嘅。我哋喺大學站嘅 B 出口出閘，行大概10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馬料水碼頭。我哋喺 B 出口出閘之後呢，向左行，一直靠左行，再上天橋，落隧道，跟住再沿住海岸嘅方向行。喺馬料水嗰度呢，有好多船呢可以去各個嘅地質公園嘅，所以每逢假日呢都會有好多人嘅。因為架船呢就只會喺假期先會開啊，咁所以有好多人呢就會約埋朋友家人呢，攆埋晒去星期六日嘅日子呢，一齊出去郊遊嘅。所以一朝早呢，大學站嘅出邊呢就會有好多人聚集。喺隧道口呢，本來我哋係應該去馬料水碼頭嘅，但唔知係咪人多嘅關係呢，所以吉澳同埋鴨洲嘅街道呢就會改喺右邊上船嘅。咁今次來往鴨洲同埋吉澳嘅船費呢，就係90蚊來回嘅。開船嘅時間呢，喺今年嘅2月起呢，就改咗喺9點開船嘅。咁循例呢，都要量體溫先可以上船嘅。記得呢，大家一定要準時9點前呢嚟到碼頭嘅。咁今日假日呢，係非常之多旅客係前往鴨洲同埋吉澳嘅，甚至係要2架船呢先可以坐得晒。好，準備好呢，我哋就要出發啦。上船嘅心情呢，都特別愉快啊！提提大家呢，上船呢唔好掛住瞓覺同埋休息喎，因為搭船嘅期間呢，都係一個好好觀賞風景嘅機會嚟嘅。當架船呢駛到去景點嘅位置呢，就會有導遊出嚟介紹。架船亦都會慢駛，俾遊客觀光欣賞。駛到嚟黃竹角咀呢一度呢，有一個好獨特嘅景點啊！黃竹角咀呢度呢，就擁有香港最古老嘅沉積岩。咁喺褐紅色嘅岩石附近呢，有一個好獨特嘅景點啊！就係一個鬼手啊，握住拳頭栩栩如生嘅鬼手岩呢，係遊客爭相影相嘅地方。唔知大家又睇唔睇到呢？坐住船欣賞呢度嘅奇岩怪石，都係享受旅程嘅一部分。所以大家坐船期間呢，就唔好掛住玩手機同埋瞓覺啦。如果唔係呢，就會錯過好靚嘅景色。下一站駛經嘅地方呢，就係呢度含鐵量好高嘅地方——紅石門。零零舍舍呢個地域嘅岩石呢，就會被染成赤紅色一片。岩石入邊含鐵量非常高，經過長時間嘅空氣氧化，變成赤紅色一片，非常獨特嘅丹霞地貌。今日呢，我就唔記得帶望遠鏡啦，不過提提大家，下次可以搭船帶望遠鏡欣賞風景，因為呢一度嘅地質風貌真係非常之靚啊，千祈唔可以錯過啊！下一個駛經嘅地方呢，先係呢度最獨特嘅地方啊，就係印洲塘啦。印洲塘呢度山光水色，仿如人間仙境。政府喺1996年將呢一度劃定為海岸公園。呢一帶嘅水域有豐富嘅生態物種同埋自然景致，極具保育嘅價值。
呢度風平浪靜，主要係因為四周圍有群山作為屏障，阻擋海浪嘅衝擊。喺夏天呢度唔受東南季候風影響，冬天亦都可以避過西北季候風。上天都特別眷顧呢一泓清水，呢度帶住一種截然不同嘅氛圍同埋寧靜安詳嘅感覺。印洲塘嘅山光水色，環境優美，真係非常之靚啊！係一片與世無爭嘅恬靜樂土。唔講唔知，原來印洲塘呢一度都有六寶嘅，包括就係紙張、羅傘、神筆、印章、筆架、墨硯。大家又可以嘗試揾齊呢六寶出嚟。離開印洲塘，回頭一望，可以見到好多嘅山群。神筆呢，就係我哋陣間會去嘅吉澳。呢度就俾我揾到六寶之一嘅印章，都真係幾似一個印章嘅。好啦，咁就駛嚟咗呢一個印洲塘呢，再回頭一望呢，可以見到非常多山群嘅重影啊，同埋可以見到好多海鷗跟住我哋嘅船共舞。離開咗印洲塘，船嘅前邊可以見到鹽田港，即係代表我哋已經靠近香港嘅北邊啦。坐咗個半鐘嘅船程，我哋終於嚟到吉澳啦。好多嘅遊客呢都急不及待走去船頭嗰度欣賞風景啊！我哋嘅街道第一站停靠嘅地方就係吉澳，但係呢，吉澳並唔係我哋落船嘅地方啊，因為我哋仲要去鴨洲啊。如果唔想去鴨洲嘅朋友呢，可以直接呢度上岸。但係如果未去過鴨洲嘅朋友呢，都建議大家順便遊覽一下鴨洲，因為鴨洲呢都有啲好獨特嘅奇觀呢，好值得參觀嘅。呢個船駛嚟咗吉澳呢，下一站就會去鴨洲。鴨洲呢都係距離吉澳冇幾遠嘅船程。當見到鴨洲嘅時候呢，船入邊嘅導遊又會走出嚟講解啦。鴨洲之所以叫做鴨洲呢，因為佢嘅外形呢非常似一隻鴨啊。我哋見到島上邊右手邊呢有一個穿咗窿嘅地方，係一個海蝕拱，亦都係鴨眼嘅位置。我哋嘅船呢就會繞住鴨洲駛一個圈先嘅。駛到去鴨頭嘅正前方望出去呢，似唔似一隻鴨俯伏咗喺水面上面呢？而斷開咗嗰個位置呢，就係鴨頸啦，成隻嘅鴨呢就好似趴咗喺水面一樣啊！而喺鴨洲嘅另一邊呢，就係我哋登船嘅位置啦。咁呢個鴨洲嘅面積呢，就非常之細嘅，就只有0.016平方公里，細到行一個圈呢都唔使1個鐘啊！鴨洲嘅另一面呢，就會有啲民居嘅住所。咁據講呢一度呢，就只剩返3個人留喺度住嘅。呢度嘅漁業已經係式微咗，村民呢都已經搬走晒噶啦，但係仍然係保留咗一啲村民嘅住所同埋建築物。大概30分鐘嘅船程，好快就到咗登岸嘅時間啦。俾個 tips 大家呢，鴨眼嘅位置呢，就係打卡兵家必爭之地。如果想影到靚相，又唔想其他人攝鏡嘅話呢，最好一登岸就一支箭標到去鴨眼嘅位置影相。因為太多人嘅緣故呢，我哋等啲人疏散咗先開始起步行。咁留意返呢，我哋11點登陸咗呢一個鴨洲，咁佢喺12點半呢就會開船去返吉澳嘅。咁喺12點半前呢，一定要嚟返呢一個船嘅位置。架船呢就會喺呢一度等我哋。咁如果覺得熱嘅話呢，可以隨時返返嚟呢一度涼冷氣。喺呢度呢，只可以逗留個半鐘呢，架船就會開噶啦。咁所以時間呢都非常之緊迫啊！人群散開咗之後呢，我哋馬上就要起步啦。碼頭嘅附近呢就會有公廁嘅。左手邊一排嘅建築物就係鴨洲漁民村。等我哋一齊望一望鴨洲嘅地圖啦。咁鴨洲嘅地形結構呢就非常之簡單啊，好似一隻鴨仔咁啊。而鴨洲嘅地理位置呢就係喺吉澳嘅西面。我哋登岸嘅位置呢就係呢個地方。咁成個鴨洲呢最特色嘅地方呢就係喺鴨眼嘅位置。嗰度亦都係一個天然嘅海蝕拱，仲有鴨洲漁民村，俾我哋了解一下漁民嘅文化。好，了解完地形呢，我哋就正式出發啦。咁為咗避開人流呢，我就選擇逆時針咁行。咁好快地呢，我哋就可以發現到一啲岩石啊。咁呢啲岩石呢，非常之特別啊。好快地，我哋踏進咗一片岩土嘅地方，會發覺呢一片岩土呢，好特別喎，有好多嘅石仔呢，慢慢堆砌而成嘅。但每粒石仔呢都係非常結實咁黏結埋一齊嘅。咁其實鴨洲嘅主要岩石嘅成分呢，就係由水成岩組成嘅。喺鴨洲呢度呢，亦都可以揾到香港非常罕有嘅紅色角礫岩。
岩石呢，就係由眾多大小不一嘅菱角狀碎屑交結而成嘅。咁從岩石上面一層層嘅紋理呢，就可以分辨到呢一啲係屬於沉積岩。成個島呢，真係一處好獨特嘅沉積岩啊！感覺上呢，好似成個島都係由一啲石頭重組堆砌出嚟咁。咁島上面最高嘅山嘅海拔呢，就只有28米咁高。有人話呢度呢，就可以揾到一啲人頭樣嘅人頭石，但係當日我就冇留意到啦。咁有啲人呢，就會攀爬呢一啲嘅岩石呢，喺上面影相嘅。呢個島上面嘅岩石組成嘅方式呢，非常之特別啊！喺其他地方呢，好少見到啲岩石係由一粒粒嘅石頭交結而成嘅，都係一個非常特別嘅小島啊，都幾值得一嚟。繼續行呢條直路呢，就係通去鴨眼嘅位置。呢段路呢，都係幾崎嶇難行嘅，咁如果怕曬嘅話呢，亦都可以匿喺石蔭之下稍作休息。不過可以喺島上面逗留嘅時間真係非常之短啊！要影多啲靚相呢，就真係要把握時間啦。等我哋盡快爭取時間去到鴨眼嘅位置先。嗱，好快呢，我哋就走到去鴨頸呢個位啊。咁從鴨頸上面觀察呢，我哋就可以清晰咁睇到呢，呢度係由一層層嘅岩石堆疊而成嘅。鴨頸呢度呢，都係一個爭相打卡嘅景點之一。咁呢啲罕有嘅紅色角礫岩，褐紅色嘅角礫呢，係由於岩石上面嘅鐵啊，喺高溫同埋乾燥嘅環境之下氧化而成嘅。咁越近鴨眼嘅地方呢，嗰度嘅岩石呢就越通紅啊！繼續向前行呢，喺前面最多人聚集嘅地方呢，就係嚟呢度鴨洲嘅重點鴨眼。咁好多人都係為咗嚟呢一度影鴨眼而嚟嘅，同埋嚟呢度呢，就只可以逗留個零鐘左右啊，所以好多人都會喺鴨眼呢個位置度停留啊。如果你想影一張冇人攝鏡嘅相呢，係非常之困難嘅，所以俾個 tips 大家呢，一落船呢，就真係要一支箭標嚟呢一個鴨眼嘅位置，先可以影到一張冇人攝鏡嘅相。喺鴨眼呢度嘅岩石嘅氣勢呢，非常之強大啊！超級多人喺隻鴨眼度穿穿插插啊！好彩隻眼係冇眼珠咋，如果唔係真係會插盲。一大棚人呢，都係為咗影鴨眼而嚟嘅。咁我行到過嚟嘅時候呢，基本上冇可能可以單獨影到張相出嚟。雖然影唔到相，不過都唔係好緊要嘅，因為可以欣賞到呢一個好靚嘅地質海蝕地貌，都非常之值得嚟。呢隻鴨眼呢，其實係一個天然嘅海蝕拱嚟嘅。行近啲睇呢，係咪好靚呢？睇見大家影相影得咁興奮同埋雀躍呢，都覺得好開心啊！望落去呢，就好似我之前介紹過一個鶴嘴嘅蟹洞一樣。一場嚟到我都唔執輸，一於穿插一下呢一隻鴨眼啊！企喺鴨眼中間嘅人呢，就好似變咗鴨嘅眼珠一樣啊，非常之凌厲，為呢個鴨洲島添上咗神。行近鴨眼嘅高度呢，非常之矮啊，好容易冚親個頭啊！估計呢度嘅高度呢，得1.5米6左右。哇！呢度真係非常之熱鬧啊，好似一個拍戲嘅片場一樣。每一個遊客呢，都爭住做主角 model。爭住企喺嗰嚿石上邊，好似一個舞台一樣啊！咁影相呢，都係一件幾開心嘅樂事。除咗喺鴨眼上面影相呢，有啲人都會企上去鴨頭上面影嘅。咁等我哋又行上去睇下上邊又係啲咩嘅視覺啦。喺呢度呢，要提提大家呢，喺島上邊呢個鴨洲呢，其實係一個地質公園嚟嘅。我哋唔可以喺地質公園入邊呢，撿走任何嘅貝殼、石頭啦，或者係啲海洋生物，違者呢係有機會被檢控嘅。咁上到嚟鴨頭呢，原來呢度嘅視野呢都係非常之壯觀啊！望返落下低呢，有好多人喺度影相，亦都可以從高空睇到成個島嘅海蝕地貌。呢個地方係經歷咗8000幾年前嘅海蝕而形成嘅獨特地貌，非常具有地質價值。除此之外呢，呢度仲會有好多嘅海產資源啊，可以揾到有好多嘅海膽喺呢度棲息。亦都好適合作為一個生態教育嘅場地，周圍呢都長滿晒呢一啲甲殼類嘅生物，亦會有人喺呢一度釣魚。不過都奉勸大家唔好帶走呢一度嘅生物。隔離鹽田港呢，經常都會有貨物運送，航運嘅船隻呢都會排放好多嘅油污啊，所以呢個海域呢都唔係咁適合養魚啊。鴨洲最特別嘅景點鴨眼呢，就帶大家睇完啦。咁喺鴨洲呢度呢，仲有其他嘅景點嘅。包括係呢度嘅漁村文化，同埋仲有一個嘅觀景台嘅。
等我哋行返去村民居住嘅地方，了解下呢度嘅漁村文化。鴨洲呢個地方呢，喺1920年之前呢，其實就冇人喺度住嘅。咁之後呢，有啲吉澳啊、塔門嘅漁船呢，就喺度停靠嘅。咁逐漸呢，就定居，形成咗一個小型嘅漁村社區。咁喺高峰期嘅時候呢，鴨洲呢度係住咗1000人咁多嘅。咁1970年呢，漁業就慢慢衰落，唔少嘅人呢都移民咗去英國，剩翻好少數嘅村民留翻低喺度。而家呢，就遺留翻一啲居民住過嘅痕跡同埋建築物喺度。喺鴨洲呢度呢，全部嘅居民都係信奉基督教嘅。咁有別於其他信奉天后同埋洪聖嘅漁村，喺短短70年嘅鴨洲歷史文化上邊呢，留低咗好多豐富嘅文化同埋歷史故事。鴨洲入邊其中一個景點鴨洲故事館入邊就介紹咗好多關於鴨洲嘅文化。記錄咗昔日嘅鴨洲聚落生活方式同埋疍家文化，館內亦都會展示咗村民昔日使用嘅生活用品、捕魚工具同埋岩石標本。因為疫情嘅關係呢，就冇辦法入去睇啦。喺故事館嘅旁邊有一棵樹齡過百歲嘅大榕樹，亦都係地標之一，都係當地村民嘅集體回憶。鴨洲嘅故事館旁邊有一條小路，就可以通去呢一度最後嘅一處景點觀景台。呢條路呢，海拔唔算高，樓梯唔算多，但係喺上面呢，就可以睇到好秀麗嘅風景。嗱，呢兩塊導賞牌呢，就會介紹咗鴨洲嘅地貌同埋鴨洲嘅地質。不過奇怪嘅係呢兩塊導賞牌係應該擺喺下邊呢，先可以方便遊人觀賞。由於時間嘅關係呢，好多人都嚟唔切上嚟觀景台啊。好多時啲遊人呢，都掛住喺下邊影相。不過其實上嚟觀景台呢，都好靚嘅。我哋從高空望返出去碼頭呢，可以望到好多嘅山水。上面嘅觀景台有好多嘅景點，一共係有5處嘅景點咁多。咁我哋喺上面呢，可以望到鹽田港啦。深圳鹽田港呢，係中國4大深水良港之一。咁經過多年嚟嘅發展呢，已經係成為咗華南地區首屈一指嘅貨櫃港口。區內呢，有4通8達嘅公路同埋鐵路網絡。喺2008年呢，亦都建成咗13個深水貨櫃泊位，開通咗超過60個嘅國際航線。從呢度望出去呢，就可以望到沙頭角同埋中英街。咁喺1989年呢，新界就租咗俾英國呢，區內呢，就劃咗一條中英街作為一條界線。喺另一面呢，可以望到我哋一陣間會去嘅吉澳。咁吉澳呢個島型呢，就呈現一個彎曲形狀，從高空望落去呢，就好似一個之字一樣啊。海岸線截曲咁長，形成咗一個天然嘅避風塘。風高浪急嘅時候呢，大鵬灣嘅漁船都會停靠咗去吉澳嗰度，作為避風之用。所以漁船都稱呢個島作為吉澳，取其吉祥嘅意思。荔枝窩已經有300幾年歷史，主要係一啲客家嘅村落。而印洲塘呢，就係香港首批嘅海岸公園之一。最後一處景色當然就係鴨洲啦。島形呈現一隻鴨嘅形狀，所以取得其名鴨洲。鴨洲高峰期嘅時候呢，有過千人喺度居住過嘅，而大多數嘅居民呢，都已經係移民海外嘅，剩翻極少數嘅人留翻喺度住，同埋留低咗呢一度嘅鴨洲文化。好啦，成個嘅鴨洲島都同大家遊完一次啦，時間非常緊迫，都係時候翻返去架船嗰度啦。帶大家欣賞完鴨洲獨特嘅海蝕地貌之後，下一站我哋又會返返去吉澳。我哋可以先了解一下吉澳嘅地形結構先啦。咁吉澳佢嘅島形呢，就好似一個相反咗嘅英文字母2一樣，所以佢嘅英文名叫做 Cook Island， 意思呢就係一個彎曲嘅島。咁彎曲嘅海岸線呢，就可以作為一個天然嘅避風港之用嘅。呢個島呢，經常都會被漁民視為一個吉祥嘅海灣，所以得到一個吉澳呢一個名。疫情嘅關係，喺登島之前呢，循例都要量一量體溫嘅。登島之後，等我哋一齊望一望呢一張吉澳嘅地圖先啦。地圖顯示呢，吉澳可以活動嘅範圍唔多嘅，居民所住嘅地方呢，主要集中喺吉澳嘅左上方。我哋嘅活動範圍都係集中喺左上方，其餘嘅地方呢，都係一啲山嚟嘅。地圖上有一條約1公里嘅吉澳自然步道呢，會介紹俾大家遊覽嘅。奇怪地呢，呢度明明有一個好靚嘅地方，偏偏地圖呢就冇介紹到嘅。等我一陣間帶大家去睇下啦。
而家呢，我哋就開始準備出發啦。路牌寫住我哋向右走呢，就可以揾到多處嘅景點。沿岸走可以揾到姻緣樹同埋天后廟。登島嘅正前方呢，就會有一啲居民經營嘅一啲食肆。聽講呢一度嘅手打墨魚丸呢係非常出名，非常有咬口嘅。而我哋今日嘅第一站呢，就會去到左手邊地質步道嘅第一站。喺三聖宮旁邊呢，有一條小徑，就可以上到去高地頂。上面就有一啲好特色嘅風景可以欣賞得到。但係呢一條山路呢，都頗為吃力啊，因為要一路向上走。沿住呢一啲黃色嘅欄河呢，一路向上走就可以去到高地頂。咁黃色嘅欄河呢，就令我聯想到去大澳嘅虎山。虎山嗰度都有一啲紅色嘅欄河呢，都係一啲遊人打卡嘅景點之一。我哋終於到咗高地頂啦。咁由呢度望返出去呢，可以望到好靚嘅印洲塘。印洲塘呢係一個非常迷人嘅景緻，亦都有香港小桂林之稱。咁印洲六寶呢，吉澳亦都係其中一寶神筆。大家望去左手邊尖端嘅位置，似唔似一支神筆呢？可惜今日就比較大霧，就只可以睇到一啲山嘅重影。但呢處迷人曲折嘅海岸線真係非常之靚啊！觀景台嘅另一邊有一個涼亭，呢度嘅風光呢，就可以望返入去吉澳嘅內籠。呢度可以望到吉澳倒轉嘅意式型地形啊！望落去呢，真係又長又有氣勢啊，好似一條巨龍一樣。樹木嘅下低呢個灣呢，就叫做東澳灣。而吉澳呢一度呢，仲有另一個嘅寶藏呢，就係喺導賞牌入邊冇介紹嘅澳背塘，就喺我哋嘅右手邊。嗰度嘅風光呢，係非常之秀麗啊，被一片山林包圍住，形成咗一個天然嘅避風塘。陣間我就會帶大家落去觀賞一下啦。離開高地頂，我哋又去下一處嘅景點，了解呢一度嘅漁村文化。我哋落返去頭先嘅平地轉右。咁吉澳呢一度呢，已經有300幾年嘅人文歷史。喺50、60年代，吉澳呢一度盛產響螺，吸引咗好多嘅漁民嚟呢度揾食。根據1956年嘅統計呢，吉澳呢度高峰期有成4000幾個居民喺度生活。島上面有10條村落，一共有43個氏族、37個姓氏。後來因為謀生嘅關係，好多嘅居民都已經遷出去海外或者去市區，而家就剩返10幾戶嘅村民仍然喺吉澳上面生活。時過境遷，而家嘅吉澳就變成而家呢個模樣。嗰陣時吉澳居民就有客家人同埋水上人嘅。自1960年政府喺赤角頭興建咗漁民村之後呢，水上人先慢慢移居陸上。等我哋而家深入吉澳嘅漁民村，了解一下當地人嘅民房先。因應時代嘅發展，好多嘅居民呢都已經遷居到去市區就業或者係返學。呢度嘅房屋已經係非常破舊不堪啦。仍然留居喺吉澳嘅居民呢，就會重新興建一啲新式嘅房屋。拆卸重建之後嘅漁民村呢，就好似一間度假屋一樣啊！呢一條來往吉澳同埋鴨洲嘅新航線喺2018年9月開辦嘅。借助呢一條新航線呢，或多或少都會帶動呢一度嘅經濟同埋旅遊，都可以吸引返吉澳嘅原居民遷居返嚟呢一度住。成個嘅吉澳島非常之大，而且有好多地方都未開發，唔知第時將來可唔可以發展成為另一個嘅長洲呢？僅有居住喺吉澳嘅居民呢，就喺度挖緊一啲海產。我都幾嚮往一個漁村生活，可以與海洋作伴。呢度亦都埋藏咗好多吉澳人嘅童年回憶。數一數手指，當年居住喺吉澳高峰期嗰4000幾個居民，如果有機會睇到呢條片呢，都已經係80幾歲㗎喇。時光飛逝，都好想藉住影片留低呢一啲嘅童年回憶，俾當年嘅小朋友再次重遊舊地，回憶一下。呢一個就係三聖宮嘅神明。通常以漁業為主嘅島呢，都會揾到一啲三聖同埋天后廟嘅。參觀完左手邊嘅雞公嶺同埋漁村文化，我哋去到右手邊睇下呢度有咩美食啦。呢度嘅客家菜呢，有4樣餸係一定要試嘅，包括係白灼山蝦、秘製墨魚丸、客家炆豬肉、薑蓉白切雞，亦都有客家茶果同埋涼茶飲。話晒呢一度都係一條漁村，漁獲豐富，當然唔少得係呢一度嘅參茸海味乾貨，可以買手信返屋企。不過因為拍攝嘅關係，時間緊迫，呢
呢度嘅餐廳美食就唔詳細介紹啦，又趕住要去第二個地方啦。下一處嘅地方呢，將會介紹呢一度吉澳嘅寶藏，地圖亦都冇介紹過嘅呢一個地方。路標嘅地方有一個方向係通去吉澳公立學校嘅，咁我哋就唔沿住海邊行啦，一路行入村。喺學校嘅旁邊有個公園，公園嘅右手邊有一條小路，呢一條路呢，就可以引領我哋去到澳貝塘，吉澳嘅核心地方。喺村口左手邊呢，會有條路可以上山嘅，呢條路呢，就係通去高棚頂貴橋谷。我哋沿住綠色嘅欄杆一路上山。去呢個地方呢條路呢都有啲遙遠啊，咁如果係想爭取多啲時間逗留喺吉澳嘅話呢，就可以唔去鴨洲嘅。途中呢，我哋可以望返出去嘅沙灘呢，呢一個就係東澳灣啦，了無人煙嘅沙灘，非常寧靜。繼續上山可以見到一個涼亭，呢個涼亭叫做山海亭。涼亭嘅台凳呢，只係啱啱新起冇幾耐，都係一啲好新淨嘅玉石。涼亭嘅出邊呢，就望唔到任何嘅風景啦，因為尾隨雜草嘅關係，都被擋住晒。而涼亭嘅正前方呢，正正係有一條嘅小路，呢一條小路亦都係俾黃色嘅欄河攔住。沿住黃色嘅欄杆就可以往上走，走更加高嘅地方，望返落下邊東澳灣。咁樣望返落去東澳灣嘅風景係咪更加秀麗呢？呢啲嘅黃色嘅欄杆呢，就會引領我哋去到一個更加靚嘅地方。係一個吉澳嘅核心地方，就係澳貝塘啦。澳貝塘嘅風景係非常之靚啊，簡直就係吉澳嘅寶藏。眼前呢一個地方呢，就係非常推薦俾大家嚟欣賞嘅地方——澳貝塘。可以睇到呢一個塘呢，係被一啲山呢包圍住嘅，重重嘅山包圍住呢一個塘呢，令到呢個海面呢非常平靜，阻隔晒所有嘅海浪。高空上面望返落去嘅形態呢，好似一個心臟一樣。呢個地方呢都係比較少人會嚟嘅，可能呢個地方呢都係啱啱開發，地圖上亦都冇介紹過呢一條小徑。望出去嘅風景係非常之秀麗碧綠。繼續行上去更高嘅地方，風景就更加靚啦。我終於上到嚟高峰啦，咁行到嚟見到呢一片綠洲呢，真係令我非常之意外啊！可以睇到呢個地形呢係非常之靚啊，包圍住一個好淺層嘅水域，水呢都呈現一個淺藍色嘅狀態。風平浪靜，阻隔一切嘅海浪。周圍嘅山就好似為咗呵護呢一潭水域而生存一樣。望見呢一片嘅景色呢，你就會知道吉澳點解會帶有吉祥嘅意思。周圍嘅地形都好似為咗保護呢一潭清水，保護村民嘅漁船而生存一樣。隨住漁業已經式微咗呢度已經係冇漁船停靠噶啦。好啦，去到高峰，我哋又落返斜路啦。我哋不如一齊靠近一下呢一片澳貝塘啦。呢一片嘅景致呢，真係越睇越吸引啊，唔捨得離開啊。從高處呢一個位置望出去呢，風景更加秀麗。嚟到吉澳呢，千祈唔好錯過欣賞呢一片澳貝塘，感受呢度嘅風光，吸收一下呢一度嘅靈氣。下一站將會帶大家行落去澳貝塘呢度，更加親近呢一個海灣。從呢度我哋可以高空望返落去下邊現今嘅吉澳漁民村。時過境遷，好多舊式嘅嘢都已經拆卸晒，興建咗新嘅碼頭。而家就等我哋一齊落山，走進呢一片寧靜嘅澳貝塘啦。我哋一路朝住海岸嘅方向直走，順住地下嘅石屎路一路走，就可以去到泥灘。終於揾到一條小路可以出到嚟呢一個澳貝塘嘅泥灘。金黃色嘅泥灘呢，就好似一片紅樹林一樣啊！而且呢一度嘅海產資源係非常之豐富啊，滿地都係甲殼類嘅生物。以前就係因為吉澳呢一度呢盛產響螺，所以吸引咗好多漁民嚟呢度揾食，甚至定居。我哋再行前去海邊睇一睇，呢度呢，因為地理嘅原因，周圍都被山包圍住。所以喺呢一度揾唔到好大嘅風浪，海水都只係泛住輕輕嘅漣漪。喺呢個池嘅前邊有一個小島，等我哋過去睇一睇啦。澳貝塘呢度隨地都可以見到好多嘅水生生物。登上咗呢一個小島，地下嘅生物更加泛濫成災，可見呢一個海域供應嘅營養非常豐富。
喺呢度見到前面有好多一支支凍咗喺度嘅棍喎，大家又估下係咩嚟嘅呢？呢啲嘅棍呢，一路延伸到去奧貝塘嘅中央。等我帶大家去睇下啦。行到嚟呢度呢，可以見到好多支一支支嘅棍，而且係一對對一路延伸出去。相信以前呢一度呢係有一道橋喺度嘅，而呢一啲嘅棍呢，就係支撐住條橋嘅柱。漁民搭咗條橋呢，就可以方便行出去攞返嘅船。吉澳嘅漁業已經係式微咗好多年，條橋已經再冇用途嘅時候，已經拆卸咗噶啦，剩返一支支嘅柱呢，都已經係生滿晒生蠔噶啦。呢度就係奧貝塘嘅景色，俾大家欣賞一下。成個嘅海域除咗呈現一個心形之外呢，海域嘅水深呢都係非常淺層，就好似一個大型嘅嬉水池一樣。就算細路哥喺度嬉水玩呢，都唔怕佢浸親。吉澳真係一笪吉祥之地，一路都呵護住呢度嘅居民，無論係水產食物、身材嘅船隻、小朋友嘅遊玩之所，呢度都呵護備至。喺呢度呢，我感受到一份祥和嘅氣息，感受到大自然默默送俾我哋嘅禮物。呢一度就係吉澳，大家有時間嘅話呢，都可以過嚟感受一下。欣賞完奧貝塘，我哋又要揸緊時間去下一個嘅地方，走返出去海岸邊居民嘅住所。出邊仲有好多值得了解嘅文化同埋地方。沿住頭先嚟嘅石屎路一路行返出去，行好短嘅時間呢，就可以出返去民居嘅地方。吉澳呢一個島呢，雖然面積好大，但係可以活動嘅範圍唔多。我哋已經行咗一大半個圈啦。好快地呢，我哋已經到達咗民居嘅地方。一落呢條斜路呢，就見到一個好靚嘅彩繪民居啊！用一啲木頭搭建一啲凳同埋藝術品，藝術作為生活嘅調味都幾寫意。時代變遷呢，吉澳嘅居民呢，再唔係依靠耕種同埋捕魚為生，轉變過後呢，佢哋會以生活為主，反而係以耕種作樂，以藝術調味，開一啲嘅小店過日辰。古今兩者嘅生活模式截然不同，生活得到大大嘅改善，生活唔再艱苦，反而變得悠遊。吉澳人而家嘅生活模式我都幾嚮往，寧靜地遠離塵世嘅煩囂。終於走返嚟岸邊呢一條吉澳自然步道。首先見到嘅係呢一棵水月宮嘅許願樹，隔籬呢一座呢，就係水月宮觀音廟。一座好細嘅觀音廟，入邊嘅格局呢就係咁嘅，供奉觀音，旁邊有金童玉女，入邊嘅格局非常簡約，反而冇咁鼎盛。好，我哋再行去下一處嘅地方，前面嘅路牌指住天后宮同埋姻緣樹，呢兩個都係非常值得嚟嘅地方。好多嘅古舊樓房都面臨拆卸，好多嘅居民都已經遷出，剩返嘅都係啲悠遊生活嘅居民。咦，好快地我哋又嚟到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呢度嘅樓房用咗一啲好古典嘅建築風格，有一個好舊式嘅涼亭，大人就中意喺涼亭下談天說地、捉棋飲酒，仲有兒時搭建俾小朋友玩嘅設施、韆鞦、小玩意。望見一啲古舊嘅建築，都令我有啲思鄉嘅感覺啊！有一種緬懷兒時灑落嘅回憶。時光飛逝，原來我已經成為咗一個大人啦。呢度呢，真係可以令我勾起昔日嘅童真，真係有啲感觸。前面仲有一棵陪伴住大家成長嘅老榕樹，承載咗無數村民嘅童年回憶。榕樹、鄉村、童年呢啲嘅感覺，真係勾起咗好多嘅回憶。睇見呢一啲嘅畫面呢，真係非常之感觸啊！呢棵就係吉澳嘅姻緣樹，已經係納入咗康文署嘅古樹名冊之中。相傳呢，企喺樹下邊執到跌落嚟嘅樹葉，就會擁有一段美好嘅姻緣。樹嘅隔離有一間吉澳地質教育中心，不過因為疫情嘅關係冇開。再繞住呢個斜路行上去，上面就係一個全個吉澳最古老、最重要嘅建築物，擁有300年歷史嘅天后宮。以漁業為生嘅人呢，就最敬重天后廟啦。當然就係要供奉得冠冕堂皇啦，要祈求出海風調雨順、平安歸來。
雖然呢一座古廟呢係非常具歷史價值，擁有300幾年歷史，但係修葺得非常之新淨，唔講唔知以為係新起一樣。等我哋一齊入去睇下入邊嘅情況啦。喺天后宮入邊呢，有2座嘅天后娘娘，最大嗰一座呢，就叫做座上娘娘，就係長住天后宮嘅；而細嗰一尊呢，就係行上娘娘。咁逢親天后誕嘅時候呢，都會坐轎出巡嘅。仲有一個國泰民安嘅大鐘。呢啲嘅廟呢，都係記載咗好多人民嘅歷史，係一啲好重要嘅遺產。就返出廟嘅出邊，咁今日吉澳所介紹嘅景點都介紹得七七八八啦。坐喺姻緣樹下，要擁有一段好嘅姻緣，仲有另一個方法，就係用姻緣樹跌落嚟嘅樹葉，吹一首美妙嘅樂曲。唔講唔知，樹葉都可以吹奏美妙嘅樂曲。有興趣跟我學嘅話呢，可以上呢一個 Facebook。今日吉澳之旅呢，就去到呢一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呢，可以俾個 like 我，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呢啲嘅器具呢，就係當年吉澳居民呢日常起居所用嘅工具啦。唔講唔知，原來吉澳呢一度呢都仍然保留咗傳統嘅鄉村節慶。咁每逢10年一屆呢，都會有一個安龍嘅太平清醮，同埋每年嘅農曆3月23號呢，都會有一個天后誕。呢啲都係一啲重要嘅節慶，島上面呢都會舉行一啲巡遊、舞獅、花炮競投、傳統民間表演等等嘅慶祝活動，亦都會有好多旅居海外嘅吉澳人呢紛紛回鄉參加呢一項盛事，為寧靜嘅漁村平添熱鬧。